你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来自先马最新推出的 SW2 代一体式水冷。作为一款仅1年就换代的更新产品，我必须老实说 ，SW2 代相比起上一代的确改进了不少不论是外观、配件、细节，甚至是性能。而在换代改进那么多的情况下，先马还保持与上一代发布时一样的价格，同时将保修时长从3年翻倍到了6年因此可以肯定的是，先马 SW2 代一体式水冷绝对是2024年最值得入手的水冷款式之一。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来和各位重点分析 SW2 代对比上一代究竟改变了些什么，以及这款水冷是更加合适哪一类的用户。在节目内容开始前，也请记得点赞、关注、支持我的频道视频制作不易，你们的支持是我坚持下去的绝对动力。那么废话不多说，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是性能，据先马的内部人员所述，这一次的 SW2 代在冷头内的微水道做出了新改进性能也获得了提升。而在我进行了30分钟的 Intel Core i9-14900K 锁定频率、电压，并控制在350瓦的烤漆功耗下，分别进行了风扇码数、统一低噪音风扇转速，以及统一更换成追风者 T30 风扇来进行测试。3种模式下 ，SW2 代均出现了2度左右的性能提升。考虑到体质差异以及环境变量的影响测试出来的成绩应该都需要保留正负1度的变量空间。如此一来 ，SW2 代的性能对比上一代其实也就只有1到2度左右的散热性能提升，这里提升真的就驴升。但考虑到去年的 SW1 代其本身的散热性能就不弱，因此我觉得它的性能还是足够应付得了目前市场上绝大部分的 CPU哪怕是 14900K， 只要控制在350瓦以内，应该还是没太大问题的。除了散热性能稍微提升了一点点水冷本体可靠性也做出了一些优化。首先最理想的水管朝向从上一代的右侧性能最好调整至上下侧对于记忆体内存的兼容性获得解放，同时一定程度上也提升了整体的外观，并且将水泵供电从上一代的 DC3 针更换成了洗温刃件的 PWM4 针。然后是包装内的配件，这一次的 SW2 代所包含的配件虽然称不上豪华，但也绝对是该给的都给了不该给的也都给了。扣具配件的收纳变得更加整齐有序同时主板的背板扣具也进行了升级。水冷头的扣具也和阿萨代8代一样不需要替换成 Intel 或 AMD 平台的专属扣具支架了，而是统一相同的支架这点好评。并且随包装也给了水冷管扣具以及针对水冷头屏幕所扩展的可玩性配件比如风扇的屏幕磁吸支架以及桌面屏幕磁吸支架。这2个配件就是搭配这新一代新设计的磁吸冷头屏幕所设计，使得水冷头屏幕的可玩性与自由度获得解放，而不像上一代的冷头屏幕是固定无法拆卸的当然这边我就点到为止，不做太多的演示只能说玩法是非常的多，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研究玩玩看。SW2 代水冷改进最大之一就是冷头的屏幕了这一次因为是全新设计成磁吸式屏幕，不仅是让屏幕可以拆下吸附在任何的地方就连冷头的屏幕也一共有了4个选择，分别是 2.1 寸和 2.8 寸圆形屏幕的冷头，以及 3.4 寸和4寸方形屏幕的冷头。4种冷头也对应了它们的款式名称，这边我就放在屏幕上给各位做参考。而这4种冷头中，我个人觉得 3.4 寸和4寸的方形屏幕冷头是这一次 SW2 代水冷最大的亮点主要是屏幕尺寸相比起上一代增加了不少特别是新推出的4寸方形大屏幕冷头它的分辨率是直接提升到了 720P， 比起 3.4 寸方形屏幕的 480P 提升了非常之多也不像 2.1 寸和 2.8 寸圆形屏幕冷头那样只是单纯的屏幕增大，但它们俩的屏幕实际分辨率都是相同的 480P。因此4寸方形大屏幕冷头的 SW36S Plus 是我个人觉得4种型号里最值得选择的型号。当然有了好看的屏幕，软件的体验也十分重要上一代的 SW360 和 SW36S 是无法共用相同的软件，这点体验确实有点受不了。而这一次 SW2 代是统一使用全新的软件，你只需要在主题选择这里选择对应的屏幕尺寸即可加上这一次新软件提供了全新的开放主题世界，不仅目前已经有多达1000种的主题可供选择，你也可以上传自己设计的主题以获得积分，而这些积分能在之后兑换各种周边产品以及产品的代金券可玩性确实非常的丰富。
而 SW2 代另一个改进最大的地方就是配套的风扇做了全面的改进虽然我拿到的水冷是无风扇版本的，但先马也另外给我发了即将配套在内的全新风扇。目前还不确定这款风扇的名称，但应该还是会延续 ST 系列的命名。新风扇对比上一代保留了独特的28毫米厚扇框，扇叶从原本的7叶增加到了9叶，并且为了增加风量，扇叶材质也升级到了 LCP 材质，大小则是从原来的 112.4 毫米提升到了 113.6 毫米。另外，风扇之间的串联也获得了巨幅升级采用了这种 USB-C 同款接口的拼接方式，同时最终出现的串联也可以实现正反连接串联体验可以说是完全不逊色于某牌的积木风扇了。这部分体验确实有惊艳到我。由于新风扇的扇叶采用了 LCP 材质缘故，这次的风扇透光是改为在扇宽上的4边以及边框2条无线镜透光。我个人还是觉得比起 ST128 好看不少的不晓得你们是怎么看的呢？就是这个风扇的外形设计有点格外熟悉就是了。再来就是保修条款，从上一代被诟病的3年直接翻倍来到了6年，而这里我就附上先马 SW2 代水冷的保修条款给各位做参考。先不说是否真的需要那么长的保修时长对不少用户来说，品牌方愿意给到更长的保修时间，也是变相说明了对于产品质量有更好的信心，那么用户自然也就更有信心去选购了。最后就是售价 ，SW2 代水冷的售价从649元起到899元，其中649到749元是无风扇的版本，799元到899元是带新风扇的版本。考虑到它如此之多的改进，只能说近期买了 SW1 代水冷的用户妥妥是被先马给背刺到了。而当中我绝对是无脑推荐带风扇的版本仅多付150元就能获得性能非常不错且接线体验非常好的风扇绝对是比你另外购买其他的风扇来的划算不少。然而说了那么多是时候来吐槽一下了没错，虽然它有很多的优点，但也还是有缺点的。首先是水冷透的材质由于追加到了磁吸式以及多重冷透设计的属性，这一次的 SW2 代的冷透均为塑料外壳，而不是上一代的全铝合金 CNC 外壳。水冷透的质感会略逊于上一代当然考虑到 SW2 代的价格与一代一致这点牺牲我觉得是绝对可以接受的。再来是兼容性 ，ST 系列风扇由于是28毫米厚的扇宽，对于一些紧凑型的小机箱来说，不论是安装或是兼容性，都相对会比较吃力一些。即便是我测试用的 G500A 机箱，水冷搭配28毫米厚风扇，也开始碰到 CPU 供电线了。因此，对于紧凑型小机箱的用户，需要特别留意这一点。最后一个是我个人觉得缺点最大，同时也是体验最不理想的地方。但先说明我的情况是比较特殊的，多数人是感受不到这个缺陷的，那就是软件和主题下载的体验。不确定是不是因为我在马来西亚导致下载需要跨服务器的关系，新版本的软件下载巨慢，300MB 大小的软件需要下载好几个小时。最后还是用了 VPN 才顺利下载完毕。软件内的主题下载也是如此。按下安装后，等待下载的时间可谓是十分的漫长，这部分的体验真的有点糟糕了。虽说先马目前没有将水冷产品线扩展到中国大陆以外的打算，但如今互联网如此之发达，哪怕是面对水冷保修的风险，也有不少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用户会直接到某宝购买。那么他们的体验，我个人觉得也是挺重要的希望先马也能够尽快改善这一部分的问题。同时，非中国大陆的用户对于这一款水冷感兴趣的话，也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一部分的体验。最后来总结一下 SW2 代水冷的体验，我个人是觉得这一次先马是给出了诚意，宁可背刺最近购买 SW1 代的用户，也要推出这一款水冷虽说还是有一些瑕疵，但我觉得它的优点或亮点是真的很多，特别是针对外观可玩性是更感兴趣的玩家这一款 SW2 代绝对是很合适的一款水冷。只不过对于极限性能要求更高的用户来说，可能就会有点失望了虽说 SW2 代的散热性能还是挺不错的，但散热比它好一些的水冷也不少。因此我觉得 SW2 代水冷是更加合适对散热性能有一定需求，但并非需要极致散热性能的用户同时更加希望它有更多的可玩性，以及售价相对亲民一些相信这一类的用户群体也不会太少。这也是为何 SW2 代水冷把更多重心放在可玩性与体验上，而不是盲目的堆叠性能，却忽略了其他综合体验。这个思路还是挺正确的。
所以你问我会推荐吗？我会说它是我今年为数不多极力推荐的水冷，前提是你可以接受它并没有极致的上的性能，而是有更多好玩的体验。但我更加希望先马能够推出 Pro 的版本，将水冷头材质回归到1代的 CNC 铝合金，哪怕它的性能完全一致，只要价格不是超出非常多，我个人觉得还是会有不少人感兴趣的。我想先马也一定在考虑这件事，因此各位观众们也不妨提出你们的观点，说不定真的就会出现呢。以上就是本次关于先马 SW 2代水冷的体验相关内容非常感谢先马提供他们家全套的 SW 2代水冷让我进行评测，同时也要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支持，也希望本期节目的内容会对你们有所帮助。喜欢这些影片的朋友也不妨点个赞，而新来的观众如果能够点击旁边的小铃铛那就更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我们下期影片再见。